各位贵宾，各位中医药先进同道，大家好，我是中国医药大学许博奇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关于在台湾我们使用舌脉诊仪应用在疾病的研究以及使用经验。那另外，我们今天就是针对糖尿病为例，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我们知道中医诊断不外乎就是望闻问切。那现在的一个研究，当然还是要辅助现代化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针对我们有使用的工具，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分享。那马光尧老师有曾经说过，中医的诊断学可以说是辩证学，而辩证是我们临床医师很重要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在治疗上要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要有精准的辩证。而中医的辩证呢，它其实是基于一种哲理，跟西医的检验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知道中医的诊断其实跟西医的诊断它其实是有差距的。我们知道西医的诊断大概是以诊断疾病以及它的一个分期，那我们中医的诊断大概则会着重在辩证，我们所谓的寒热或者是虚实等等。那所以呢，我们的诊断其实就辅助我们医师对于疾病的一个分类，能够做到一个初步的一个判别。那刚刚有讲到，我们中医诊断主要就是望闻问切。那中医诊断的精髓不外乎就是有一个精确的辩证。那当然就是经由这4种方法，我们来收集详细的一个资讯，之后能够加以的分析来做一个辨别。那我们常用的辩证论治呢，主要我们用的这4诊工具望闻问切，我们首先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一些方法有哪些。在望诊的部分，我们大概常用的一个舌诊、面色诊跟目诊等等。那闻诊就包含了嗅觉跟听觉。那嗅觉当然是以一个闻气味为主，那听觉就是一个声音诊。那在问诊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个言语，经由一个医师的一个问诊，能够对病人的一个主诉以及相关的一个病症，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盘查。那在切诊的部分，我们则是经由触诊，或者是脉诊，我们中医独特的一个脉诊，来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判别。那这4诊可以说是我们中医诊断的一个精髓。那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主要就是针对糖尿病为例。那这糖尿病在古代到底有没有相对应的病名呢？在过往我们大概都会说，可能就是跟我们中医的消渴症是有相关的。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糖尿病的症状跟消渴是否有相类似的一个点。我们糖尿病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有3多1少，它分别是吃多、喝多以及尿多。那1少的部分则是体重减轻，这是糖尿病典型的症状。当然，现在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们不见得有那么典型的一个症状。那或者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用我们中医所说的3消来做一个分类。那3消的分类，首先就是分成上、中、下3消。那所谓的上消呢，即是以口渴为主。那中消呢，则是易饥，容易饥饿、吃不饱的感觉。那下消则是多尿，而且或者是尿液浑浊。所以这上中下3焦，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先帮患者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分类。那糖尿病典型的症状3多1少，那以及3消症，它们是否有等同的地方呢？我们说的糖尿病是一个病，那消渴症是一个症。那病跟症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就从它的定义，首先来跟大家来做探讨。所谓的症呢，即是疾病的表现、临床表现，透过它的病因、病机、体质以及病位等等项目的分类，所归纳出来的疾病的本质模式，疾病的本质模式，我们则称为症。好，那我们刚刚说的消渴症，它其实就是可能里面就涵盖了病因、病机、体质等等的一个要素，则称为症。那症状的症呢，它就是患者主观的感知投诉，这是以患者表达为主，我们称为症状。
那另外疾病呢，它是一群特定的症的组合哈，就是包含了西医学里面的 disease 病或者是 syndrome 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这个病它所涵盖的可能就包含了主观跟客观的一个症候。好，所以这个症病哈，其实我们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那我们既然谈到糖尿病，当然也要认识哈，在古代我们中医的典籍有哪些相关的论述呢？但我们刚刚说与消渴是有相关的，那我们就来看中医的典籍与消渴相关的论述有哪些。首先，最先提到消渴症，好，主要就是在《内经》的《素问篇》里面有讲到哈，他说到消渴病3多1少的特有病症啊，所以在《素问气绝论》里面有讲到。肺消者，饮一收二，这其实说尿多的一个症候。那大肠宜乐于胃，善食而受人，这是吃多，这是中消的一个症候。所以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有看到有关于消渴的一个病症。那在《伤寒杂病论》的《金匮要约》第13篇里面的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症病治里面，即是对后世消渴的诊治有很大的一个贡献。除了在辨证之外，它其实也提供了现存最早的消渴方剂，也是我们现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常用的方剂，就是如白虎加参汤以及肾气丸等等。那这是在《金匮要约》里面针对消渴的一个病症，提供了我们可以对应的一个方剂。那在隋朝的《古今验路方》里面也有提到，论消渴病有3，它首先就是针对了消渴病，提出了3种的分类。第一个分类是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子是肤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所以它首先就是提出了小便的味道是甜的，皆是一个消渴的一个病症。第二个是食多、吃多。不甚渴，小便少。好，那这小便呢，它是有油脂浮在上面的哈，这是一个中消的一个病症。那接着第3个呢是饮水不能多，但是呢脚肿，可是脚却先瘦小哈，阴痿弱。那小便呢是属于平硕的，那这部分它归类为肾消病。那它当然也提出了它的一个卫教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忌这个防劳哈。所以这是在隋朝《古今验路方》里面，先针对消渴病有3个一个分类，接着在《外台秘要》里面有提到，就是每发及小便至甜它很明确的提到这个消渴的病症它的小便呢是有甜的味道那这也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符合我们现在糖尿就是尿里面有糖所以吃起来尝起来的味道是属于甜的。那当然，我们的中医古籍是这么论述的。可是糖尿病它其实是算是一个西医的病名。那西医的病名早先是什么被定义出来的呢？首先就是要提到这个 Thomas Willis。Thomas Willis 在1674年的时候，首先就是先把这个糖尿病呢，从其他的一个多尿的一个病症，它首先分别出来。为什么分别出来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尿里面的味道是属于甜的所以他也因此来推论，在尿液里面的甜呢，主要也是因为血液中含有糖分，而导致我们尿液中是有甜味的这是在西方医学在1674年 Thomas Willis 首先提出的所以也是开启了糖尿病的一个病名。那因此我们就来稍微做一个小总结来看看，就是中医的病名对应到我们的西医的病名，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况首先我们谈到中医的病名消渴消渴，那首先我们就是先来看消跟渴那消呢是身体消瘦的后，即是医师观察到的症状那渴呢是口渴欲饮水的症状即是患者自主的感受所以一个是消是医师所观察到的表现，渴呢是患者自主的一个感受所以这消渴合起来其实就是观察到身体消瘦，同时又合并患者口渴的一个表征
那这是我们中医的病名消渴的一个定义。那它大概可以对应到我们现今的西医什么疾病呢？大概可以对应到我们的糖尿病、尿崩症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那这一些病名大概都是符合我们中医所谓的消渴症的一个表现。那接着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这个刘完术它里面的三消论。那这也是我们针对消渴第一部专书，就是由刘完术提出的三消论里面的一个论述。他认为这个消渴呢，主要就是属于它的病因呢，病机主要就是心实热、肠胃虚燥以及肾虚热为主。所以它就相对应就有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治则。所以他提到这个消渴是属于心实热、脾胃虚燥以及肾虚热。那另外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保密集》里面呢，针对我们的消渴，他提出了这个上中下三焦的一个症候的一个辨别。首先这个上焦主要就是一个多饮水，烦渴多饮水；中焦则是多食，那下焦呢则是小便油膏、频数等等。那在保密集里面，三焦的论述是比较完整的，可是在三消论里面，它的并发症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完整。因此在刘完术针对消渴的一个论述，它其实是病跟症同时都有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那辨病论治主要就具有我们的普遍性，像我们现在对应到的西的各种的病名，我们即是可以采用这个辨病论治，所以它容易形成有一个 guideline， 方便我们医师做一个遵循。那我们中医独特强调的辨证论治呢，它可能就进一步提到我们要个体化，那进一步可能就是在疾病的分类，它有它的一个次级的分类，就是我们的 subtype 所以我们在临床诊断上，其实我们辨病论治、辨证论治都可以同步的一个采用。那当然，这无非是让我们识别疾病的一个症候，譬如像我们的寒热以及虚实能够帮助我们对一个疾病的本质做一个初步的分类。那接着我们谈到我们中医诊断工具在糖尿病的一个应用。在过往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呢，首先跟大家报告的，我们也是针对我们中医的视诊望闻问切有相对应的诊断工具来跟大家来做说明。首先提到的望诊，我们目前有使用舌诊仪当然就是对我们的舌头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取向来分析它的一个特征。那甲壁的镜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甲壁的微血管的一个形态，它的一个特征来做一个辨别这是甲壁镜检。那在闻诊的部分呢，我们则是采用闻诊仪，它可以进行声闻的分析。在问诊呢，则是有我们的体质问卷。那我们现行常用的体质问卷有大陆王琦教授的体质问卷 CCMQ， 或者是台湾苏一章老师的 VCQ 体质问卷为主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体质初步的分类。那接着是切诊，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介绍到切诊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有我们这个心律大师，它可以提供这个脉波的分析以及心律变异度，或者是我们的黄氏脉诊仪，它则是针对我们左右两手的寸关尺分别能够得到详细的一个资讯那今天会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那首先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舌诊仪。那这个舌诊仪是中山大学蒋义武教授和中医系主任罗文谦教授所共同去研发的一个舌诊仪。那这个舌诊仪主要就是透过高解析度的一个相机，能够对我们的舌诊取得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舌诊的一个画面。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舌诊呢，进一步来判别它的特有的特征。那因此呢，我们取得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舌诊的照片之后呢，我们进一步就会分别它的一个舌形大小舌质的一个颜色舌质的舌苔的厚度等等我们能够做一个特征的一个判别。那另外我们也会针对舌下络脉
它的一个血管淤曲或者是怒张、曲张、集结成珠等等，都可以提供很详细的一个资讯。好，所以舌诊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疾病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那当然有了现在电脑的一个进步，能够让我们这个高解析度的一个舌诊的照片呢，可以经由程式的分析呢，得到更精确的一个特征的截取，就包含我们的舌色，那苔的颜色、苔的厚度等等，以及我们的一些特征。珠点、瘀点、齿痕、瘀斑等等，这些都是经由电脑程式可以得到很精确的一个数字，它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很精细的一个诊断。那接着我们就举我们临床上的一个实例来跟大家报告我们舌诊仪临床使用的一个过往所发表的一个研究。那主要这是针对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他罹患有这个肝脓疡。那在住院期间呢，这个肝脓疡其实病情是反复起伏的，所以他在住院期间呢，我们有观察到他突然又高烧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右下的一个图表，这个粉红色的一个区块，这是他的一个体温的记录图，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体温其实有明显的上升，表示他的一个发烧的一个病症。那右上角呢，则是它的肝脏超音波的一个图，主要针对肝脓疡，我们用超音波来追踪它的一个大小。那在住院期间，他会诊我们中医，我们就是经由中医的辨证论治，同时我们搭配舌诊仪的一个取向，来观察它舌诊的变化。我们观察到，首先我们就是截取这4张的一个舌诊图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首先就是有 A、B、C、D 在 A 图呢是他刚入院的时候的一个舌诊照片， B 图是他入院之后发烧的一个舌诊照片， C 图是烧慢慢渐退的时候， D 图是在他出院前我们拍摄的最后一张舌诊照片。经由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舌苔它可以反映第一个病邪的深浅。首先我们看到 B 图，就是患者在发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湿热的一个病症，它的病症就表现在它的一个舌苔上面，所以舌苔可以反映病邪的一个深浅。第二个，疾病的性质，以及第三个，病势的趋向。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个病程呢，它的舌苔原本是中等，之后在发烧的时候苔白满布，之后呢烧退了之后，舌苔慢慢的剥落，到出院前舌苔就变成薄白为主，所以这个临床的照片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证据。那接着我们也是针对糖尿病的一个族群，就是来做一个舌诊的一个研究。那我们知道糖尿病有很多的一个血管并发症，那就中医的特征来讲，它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淤血症为主。那舌诊有哪些是跟淤血症有相关的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右上角的图，首先我们看到正常的舌诊呢，就是舌淡红、苔薄白。那如果是瘀点、瘀斑呢，就是我们舌头上会有类似淤青的表现。那或者舌暗，就是舌头比较呈现紫暗。那接着我们看舌下络脉，异常则是它的舌下络脉是属于曲张或者是怒张的一种表现。那这3个特征其实都是我们血瘀舌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接着将这个血瘀舌的特征呢，跟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血液学检查以及身体检查来做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呢，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在血液学的特征跟动脉硬化是有相关的。那动脉硬化的指标，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 PWV， 它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指标。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瘀点、瘀斑，就是糖尿病的病人舌诊有瘀点、瘀斑呢，它的动脉硬化指标明显高于舌诊没有瘀点、瘀斑的糖尿病病人，而且呈现显著性差异。这是这个研究很突出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发现。那这个研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个糖尿病血瘀舌的特征，它其实有呈现疾病的一个病程变化就是糖尿病的病程，它可能是先有舌下络脉异常，
接着是舌岸，好，舌质岸，接着是瘀点瘀斑的一个出现。进一步我们去分析，每增加一个血瘀学的特征呢，它的动脉硬化指标好，其实是会跟着上升的哈，上升78.8以上。好，所以这个研究其实很有趣的哈。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舌诊的一个血瘀学特征，哈，发现它有一些相对应的生理的一个意义。那接着我们也是针对糖尿病的一个族群，好，我们收集它的一个舌诊，来跟我们正常的族群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糖尿病的病人呢，好，糖尿病的病人在舌诊的表现呢，它有比较多的舌色是属于比较偏白，或者是舌色比较偏紫，那以及它的舌苔是属于比较偏厚，那以及舌苔的颜色是属于比较偏黄哈。因此，这个糖尿病病人哈，他们的舌苔大概就是会以黄厚为主，那舌色呢，大概就是以白以及紫暗为主。那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其实舌苔黄厚可能就是体内有这个湿热的一个表现。那舌色白跟紫暗，白可能代表一种里虚，那在紫暗的部分可能代表一种血瘀的特征，可能跟糖尿病的血管并发症其实有相关的哈。因此我们在临床上的一个用药，其实也可以根据观察到的这个舌诊的特征，我们可以相对应的一个治则哈。那接着要来跟大家来报告有关于我们脉诊所使用的工具。那刚刚有提到我们脉诊所使用的工具有2种，主要就是我们的心律大师。那心律大师它有一点像是我们的碗式的这个血压计，它主要就是有一个探测器，能够针对我们的桡动脉呢做一个动脉波的一个分析。所以这个动脉波呢，我们从这个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到，它其实就是可以观察到有这个主波峰，以这个主波峰的一个角，那以及重波波等等哈。经由这样的一个脉波的分析，其实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脉诊的一个特征。那我们就举例在另外一个学者的一个研究，他就针对糖尿病的病人来收集这个心律大师的这个脉波的一个波形。这个波形呢，它进一步利用傅立叶的转换得到一个频谱。那这个频谱呢，它相对应可以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它有所谓的斜坡就是西腕到西实的斜坡。那这个研究比较特别，它也是取糖尿病的病人跟常人来做比较，他就发现在西腕以及西五的部分，那西腕对应到的是肝，西五对应到的是胃。在肝跟胃呢，糖尿病病人在斜坡的一个表现明显跟常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脉波在频谱的分析，可以对一个疾病的一个特征做一个识别那接着要跟大家报告另外一个脉诊仪的一个研究，我们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研究，我们所使用脉诊仪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那接着就是介绍我们黄氏脉诊仪。刚刚的心律大师他是只采用一手的桡动脉来做一个探测为主。那这个黄氏脉诊仪呢，它则是要侦测到6个点，它其实是比较贴近于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脉诊的一个使用脉诊的使用。那我们首先就看到我们中医师常用的把脉，左手我们的寸是后心，左关后肝，左齿后肾。那右寸后肺，右关后脾，右齿后肾。当然历代的医家对于这个寸关齿分别对应到的五脏六腑分别有不同的论述不过大概都还是以这样的一个为主那我们知道把脉当然是首先要定关先把关位定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分别定出我们的寸关齿那这个黄氏脉诊仪呢，它的探头的是一个单点式所以它可以针对我们左右2手的寸关齿分别施加一个压力波，
来侦测到它的一个脉波的一个图形哈。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个就是黄氏脉诊仪，黄氏脉诊仪。那黄氏脉诊仪哈，它主要就是针对两手的桡动脉做一个动脉波的一个截取特征哈。那这边也是有发表在国际的一个期刊，主要就是应用黄氏脉诊仪来侦测这个脉波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左寸是后心，左关后肝，左齿后肾，那右寸后肺，右关后脾胃，以及右齿后肾等等。好，那不外乎都是在我们这个桡动脉做一个量测。那我们所知道的脉波的分析，我们大概就是以位硕形式来做一个特征的辨别哈。那我们这个脉波图是否也可以用位硕形式来做判读呢？其实是可以的哈。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举例的一个图表哈。我们说的这个黄氏脉诊仪，它可以针对左右手的寸关尺来取得这个脉波的一个图形。那我们现在这个图形则是以右手的寸关尺为例哈。那首先我们就看到的第一个标示的1则是我们胃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胃呢，即是我们探测的一个压力哈。那胃主要我们就是分成浮中沉浮中沉。那我们知道这个压力越大的话，当然它的脉位就是属于比较偏沉所以首先我们可以从取的一个压力来判别它是属于浮中沉位，这是一个胃的部分。那接着硕呢，是指它脉跳的次数，硕是指脉跳的次数。那在这个红色的2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可以分别让我们去数它1分钟脉跳多少次我们所谓的1息4到5次这是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脉跳的一个周期所以我们可以从2这部分的硕来了解它的一个次数。接着脉型呢，我们就从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数字的3我们从这个脉波的图形可以来观察它的一个脉型。那接着这个势要怎么去看呢？这个势有些人说是弹指的力道，那这弹指的力道好像又跟脉位有点重复，其实是不尽然，所以我们这个脉势呢，则是我们经由前面这个脉波的图形，它是时间轴，接着我们经由傅立叶的转换之后变成频域，那频域呢，它其实是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势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黄氏脉诊仪的脉波图的一个表现，分别我们可以用这个位硕形式来做一个表述。那刚刚有提到我们说的这个势呢，它是经由时域轴，时域轴经由傅立叶的转换之后变成这个频域轴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边也是以右齿为例这个时域轴就是 time domain 就是我们1分钟里面脉跳几次那经由傅立叶的转换之后呢，它其实变成频率的一个部分它则可以提供我们低频图以及高频图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主要则是针对这个高频图呢，我们可以来判别它的一个脉势。那接着我们就是以糖尿病视网膜的一个研究为例，我们就收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他们这个脉波对比到糖尿病没有视网膜病人的脉波的分析，我们发现到在他们的一个频域的分析上我们有观察到一些特殊的点那特殊的点是什么呢？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呢，首先在他的齿部其实都是相对于没有视网膜病变的病人他的齿部的脉波的特征是有异常的我们同时也发现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他们常常也合并这个糖尿病肾病变会有肾功能异常的一种表现因此在齿部呢我们中医的齿部其实就是后肾嘛它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肾功能其实是有相关的那接着呢，
我们在 HFT 在13到50的频率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左关呢，在左关的部分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呢，也是不同于我们没有视网膜病变的病人那我们知道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左关是后肝，那我们知道肝开窍于目那这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实跟眼睛是有相关在这个研究其实间接好像可以来推论我们所谓的脉诊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个研究比较特别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寸关尺的定位可以来推论到我们相对应脏腑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说的尺部后肾，那左关后肝其实在这个研究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一个论证。那经由我们上述的一个报告我们所使用的舌诊仪跟脉诊仪都是呈现一个图像，那这个图像在未来的应用有什么好处呢？它其实可以提供我们中医药的一个大数据库。当我们依标准的方法有一个精确的取向之后，这些照片即是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它可以帮助我们后续作为疾病的一种 AI 的一种数据化的一个资料库因此，我们如果经由一个很精确的方法收集到的这些资讯我们好好的去把它 label， 即是好好的标注它的一个诊断，进一步呢，这样的一个资料就可以作为我们发展 AI 的初步的一个基石那当然，这个大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数据在未来有什么样的使用面向呢？主要就是我们可以推论到这个所谓的精准健康精准健康。那这个大数据它在未来其实可以应用在诊断类在诊断方面，或者是预防医学，或者是精准医学，或者是我们的临床的研究，以及在我们可以减少医疗的一些副作用，那进一步可以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增进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所以以台湾我们目前使用的舌脉诊的一个研究以及使用经验的话，我们发现到这些舌诊仪跟脉诊仪它所累积的这些数据，其实我们经由有效以及精确的一个方法的累积呢，其实将有助于我们发展我们中医的大数据。那当然在最后其实我们彼此同道，我们可以经由彼此的合作呢，来创造彼此的价值在中医唯有结合大家共同的力量呢，我们才会发挥更多的一个力量。那我们今天的报告以及分享就到这边也再请我们的医师同道可以多予补充以及讨论感谢。